我操！萧长坤一听叶晨这番话，顿时吓得肝胆俱裂，他十分紧张地脱口问道：叶晨，你韩阿姨该不会要直接到家里送请柬邀请我吧？马兰要是知道你韩阿姨回国这件事，我瞒了她这么久，她非跟我拼命不可啊！叶晨早就看透了萧长坤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逃得出马兰的阴影与魔爪，于是便摇头说道：他们会不会邀请你，我也无从得知啊。你要是害怕，到时候可以跟韩阿姨说，就说婚礼不要邀请你，你不想去。萧长坤叹了口气道：这也只是缓兵之计啊，就算这次不知道，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听说了。其实我们不少同学都知道你韩阿姨回国的事情，当时聚会你也去了，只是大家跟马兰都没什么交集和联系，所以马兰一直不知道。叶晨笑道：韩阿姨回国的时间也挺敏感的，如果我没记错话，她回国的时候刚好是妈被传销骗进去失踪的那几天。当初马兰偷了叶晨的银行卡，又把里面的钱全都转给了他自己，被关到监狱里受尽了折磨。不过马兰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起那次的具体经过，所以只能借口传销敷衍了事。当时马兰在监狱里饱受欺辱受尽折磨的时候，韩美琴刚好回国，萧长坤当时开心极了，最大的梦想就是让马兰彻底消失。如果马兰知道韩美琴是那个时候回国的，而萧长坤当时根本就没找自己，而是亲自去接韩美琴，还邀请韩美琴到家里吃饭，估计真的要跟萧长坤玩命了。叶晨之所以提醒萧长坤，就是想让他趁早醒悟，既然甩不开马兰，就不要再惦记别人了，不然他一天到晚寻死觅活的，又不敢跟马兰和萧初然说，最终还是要找叶晨诉苦。叶晨也懒得当他的树洞。果然，叶晨一说到这件事，萧长坤心里更是惊慌失措，连忙问叶晨：好女婿，这件事你得给爸出个主意啊。马兰那个女人就是个神经病，她万一知道这些，心里气不过，哪天晚上悄悄溜进我房间捅我一刀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你也不是不知道那女人整仇人的时候有多狠，我妈、我大哥、钱红艳，哪个不被她整得死去活来？叶晨开口道：这件事我也爱莫能助，妈要是收不到消息还好说，万一收到风声，我最多只能在她拿刀的时候尽量劝劝她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这样吧爸，你以后干脆就别来老年大学了，自己先主动跟韩阿姨划清界限，专心在你的书画协会待着。万一妈要是知道韩阿姨回来的事儿，我尽量帮你隐瞒你去接她，还有请她到家里吃饭的事儿。这样一来，万一妈知道了，你就瞪着眼说你们俩没什么交集，更没什么私下接触，起码还有斡旋的空间。萧长坤叹了口气道：那去韩国交流的事，万一他知道了怎么解释？叶晨笑道：你就实话实说呗，就说韩阿姨是跟她男朋友贺教授一起去交流的，人家老两口去韩国交流，就等于是金陵市请他俩公费旅游，你就是个滥竽充数的电灯泡。这样的话，妈心里也能好受些，反正她也无从查证人家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。萧长坤听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也只能无奈地说道：看来也没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了。说着，他连忙又问叶晨：好女婿，你最近能别出去接活就别出去了，万一哪天你妈她发了疯，你也能帮我拦着点儿。叶晨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笑道：放心吧，过2天突然就回来了，有我俩在，就算妈知道了，你也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反正你最多也就算个精神出轨。说着，叶晨又提醒道：不过妈要是上了头，打你2下，抓你2把的，你就忍一忍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萧长坤极度郁闷，懊恼地说道：这他妈算什么事儿？早知是这样，我还不如直接去法院起诉，光明正大的跟他离婚，那样的话，我肯定能跟你韩阿姨修成正果，那还轮得到他贺远江？叶晨无情地说道：爸，你要这么想就错了，你如果向法院起诉离婚，你知道妈会怎么办吗？萧长坤冷哼道：无非就是打我骂我，赶我净身出户，净身出户也不要紧啊，
反正家里房子是你的，我跟马兰也没什么共同财产，大不了我去外面住就是了。说着，他又很是后悔地说道：哎，我早该狠下心做这个决定。我当个副会长，收入也还说得过去，美琴也有些家底，怎么不能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？现在可倒好，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叶晨摇头说道：爸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妈能把那一排绿帽子一直挂在阳台上，就说明她绝不是个轻易能翻篇的人。你如果跟韩阿姨双宿双飞，她一定会去你工作的地方撒泼骂街，去韩阿姨工作的地方撒泼骂街，不管事实怎么样，她一定会把你说成是抛弃糟糠之妻的当代陈世美，把韩阿姨说成是勾搭别人丈夫、破坏别人家庭的狐狸精，而且她一定会去你们住的小区没日没夜的骂街，搞不好会跑到你跟韩阿姨住的那栋楼的楼顶假装跳楼，把全小区的人以及消防、警察、电视台都吸引过来。你忘了之前她在家跟全小区的人骂街了，扬言要拿刀去人家家门口割腕自杀，把血顺着对方门缝往对方家里滋。跟陌生人骂街都能这么豁得出去，跟你那还不直接玩命？肖长坤听到这里，脸色已经变得惨白，身体都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。叶晨又道：还有，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，很多一叶障目的人最喜欢跟风带节奏，到时候再来一波人在网上推波助澜，说不定你俩就在整个互联网上人人喊打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别说在金陵，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不把你们俩在金陵彻底搞臭，他绝不会罢休。到时候你和韩阿姨只会是身败名裂，一天好日子也过不上。肖长坤整个人已经绝望至极，叶晨的这些描述都在他脑海中瞬间萌生出了十足的画面感，让他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。而紧接着，他忽然长出一口气，人也似乎想开了，感叹道：他妈的，说实话，我当时就是怕他跟我来鱼死网破，所以才不敢真跟他撕破脸去法庭打官司离婚。叶晨说的这些也并非危言耸听，马兰的行事风格飘忽不定，时强时弱。强的时候，他能骑在姑姑叶长敏的身上大力抽对方耳光，能成为贝德福特山鬼见愁；弱的时候，他能被肖老太太和肖微微打断腿，在监狱里连个安生觉都睡不上。可一旦这件事跟韩美琴沾边，那他一定会化身非洲蜜獾平头哥，生死看淡，往死里干。如果肖长坤当时能勇敢迈出这一步，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一把，让马兰不再找他和韩美琴的麻烦。但韩美琴给了肖长坤机会，但肖长坤不中用啊。所以肖长坤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趁早想明白，想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与韩美琴走到一起。只要他想明白这一点，他心里就会好受很多。肖长坤的性格一向怂得十分稳定，所以被叶晨这么一吓唬，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不少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感叹道：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30多年前没能跟你韩阿姨走到一起，现在走不到一起，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现在我就只祈祷马兰别知道这件事，知道了也别整什么幺蛾子，万一他真跑来书画协会闹事，我这个副会长也没脸干了。叶晨点头一笑，说道：放心，初然马上回来了，万一他知道我跟初然一起劝他，估计很快也就翻篇了。说完，叶晨又提醒道：不过爸，你自己一定要注意，以后跟韩阿姨千万保持距离，一定不要再有过多交集了，否则就算韩阿姨跟人家贺教授结婚了，也不耽误妈觉得你心里依旧有她，认为你精神出轨，到时候也有你难受的。肖长坤不假思索地说道：你放心，妈的以后老年大学我再也不来了。说着，他双手抱在胸前，一脸气恼地说道：本来出了这档子事，我也不打算来了，到时候一来就看见你韩阿姨，我还不够受刺激的。叶晨见他真的已经从心里放弃，也不由暗松一口气。对他来说，他不想看肖长坤一天到晚唉声叹气，更不想肖长坤还惦记着韩美琴，到时候化身老舔狗再给人家两口子添堵。
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谁也别干涉谁，人家两口子过人家的甜美日子。萧长坤继续去他的书画协会滥竽充数，这样自己也能轻松不少，不用担心后院起火。这时，萧长坤有些忐忑地问叶晨：“好女婿，你说这件事儿，你妈她知道的概率有多大？”叶晨淡淡道：“根据墨菲定律，坏事早晚都会发生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这件事就是个遗留的炸弹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爆炸的杀伤力。所以你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一定要尽可能的降低影响。”叶晨也不想马兰搞得到处鸡飞狗跳，要是他丢人现眼，自己和萧初然的脸上也挂不住。萧长坤点头如捣蒜：“好女婿，我都听你的。”